门口50米的草垛里有一枚金簪。我手里有一条寻宝龙。摸到了，这簪子真好看，看起来真的像是新的，应该能值不少钱。自然是真金，真龙最喜爱的是真正的金银珠宝。50米内再无宝物了。青爷矿场刚翻出新土，婶带你去挖金啊。村头有新开发的挖金矿场，我有真龙在手，淘金岂不是轻轻松松？好，我这就跟你一块儿去。苏星爷，出来退婚！天赐哥，伯父伯母，你们这是？小妍呐，你家就剩你一个人了，你又穷的叮当响，你跟我儿子的娃娃亲呐，是轮不到你了。退婚？青岩在城里打工，根本就挣不到钱。人家赵天赐在村里挖金，那可是月入过万呢，看不上也正常。好，那你把我妈留给我的传家宝还出来。什么传家宝？你以为在图上画条龙，再点上眼睛就是真龙了？卖不上价还不能帮我赚钱。现在去村头的矿场上挖金矿才是最赚钱的法子。垃圾，还给你。金龙的眼睛发光了，这可不怪我们。儿子，快走了，别让他赖上我。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凡人吾乃图中真龙。我看到了一条龙。我的真龙之魂存在你祖传的真龙图中，如今一滴血唤醒了我，便赠予你一段机缘。随身携带此图，我能替你寻找到方圆50米之内的金银珠宝，祝你发家致富。门口50米的草垛里有一枚金簪。我手里有一条寻宝龙。摸到了，这簪子真好看，看起来真的像是新的，应该能值不少钱。自然是真金，真龙最喜爱的是真正的金银珠宝。50米内再无宝物了。青爷矿场刚翻出新土，婶带你去挖金啊。村头有新开发的挖金矿场，我有真龙在手，淘金岂不是轻轻松松？好，我这就跟你一块儿去。嘿，老李，你侄女来了。舅舅，青岩啊，舅舅听说赵天赐那小子跟你退婚了。哎呀，那赵天赐的眼睛长到脑袋上去了，舅妈呀，就喜欢我们青岩这丫头。这个赵天赐啊，仗着在这挖出金子，人就飘了。就是，咱家青岩呐，今天也能挖出大金子，咱们呢跟着发财。对，咱们挖金子吧。好，走，来挖金子。真龙啊真龙，这附近50米有没有金银珠宝？哎，这丫头不好好挖，在嘀嘀咕咕啥呢？你前方5米有金银珠宝。还真有，是块银子。哎呀，苏丫头，还真让你挖着了。哎呀，这么大的碎银子！哎呀，可惜不是块金子。知足吧，这银子也不能每天都挖到。你这刚一来还想挖到金子呢？我今天呀，一定能挖着金子。神龙大人，再帮我找找哪里有金子吧。你前方10米处有金子。金子啊！青岩，那就是废料区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就是，金子哪这么容易挖出来的？神龙不是说这儿有金子吗？怎么是块牛粪啊？哎呀，这就是你挖出来的金子啊！快扔了吧！哎，现在的金子不好挖呀。哎，丫头，你也别灰心啊。可是金龙给的地点就是这里呀，这里面一定有金子。这是金子啊！这么大一块的金子，真挖着了！我挖着金子了！我挖着金子了！哇，真是金子呀！真是金子啊！你看，哎，青岩，赶紧收起来，
别让隔壁村的惦记上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走，咱们去那边挖。真龙显灵，这边没有金子，这边试一试。真龙显灵，哟，这不是被我赵哥退了婚的女人苏清言吗？怎么，这人都追到这儿来了？这里是开放的矿场，我来这里挖金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挖金子？就你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块地已经被我们家掘地三尺找过了，根本就没有金子，也只有你这个傻子才会来这儿挖。怪不得真龙没有给我指示哪里有金子。好，多谢提醒啊，那我换一块风水宝地。苏清言，你换个地儿你也找不到金子。前方1步内有金子。又一块金子，真龙你太厉害了。清言，别在这儿找了，全是破石头，我们找了1个下午，2铁4都没有。哎，苏丫头毕竟刚来，试试也好。我又挖到金子了啊！这该死的女人运气怎么这么好？哎，清言，舅妈带你去把金卖了。沈爷，今天有大货了。哦，清言，拿出来吧。好，您看这金银值多少钱呢？这是苏丫头今天1天挖到的。这些金银按照我今天的价格收，本应该给你9400块的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多钱啊！我挖1个月也没有9000块呀。姑娘，我今天给你上涨5%，凑个整，一共1万块。不过你再有金银，要优先卖给我，价格绝对公道，怎么样？好，沈爷，一会儿我再挖到金银，一定先找您。好，要现金还是转账？现金吧。走，咱们今天去吃火锅，我请客。好，咱们走。走。沈爷，我们先走了。好。爷，这新手挖出9000块的金子，虽说罕见，但也不是没有。您为何要主动给他提5%的价？哎呀，不知为何看到他的脸，莫名想起了一位故人。可惜啊，那位大小姐已经失踪20多年了。干杯！各位亲人，我谢谢你们护着我。哎，清言，乡里乡亲的，咱客气上了。赵天赐跟青言退婚，那真是瞎了眼了。就是，咱青言1天赚的，赵天赐啊，花1个月也比不上。来，青言多吃点。谢谢舅妈。喂，赵哥，苏清言那个女人在矿场上挖了2块金子，卖了足足1万呢。什么？赵哥，咱们得想办法把这1万块钱给骗回来啊！好，等我回去。昨日你寻到的金银，也让本龙吸收了金银之气，如今无能感知到方圆100米内的金银了。刚好金龙的范围扩大了，我寻找宝贝的能力又提升了。哟，苏清言，听说你最近挖了不少好东西啊？赵天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来呢，是想给你个机会，把挖金子的秘诀告诉我，我赵天赐就勉为其难纳了你当哥的女人。你也配？你只不过是被我退了婚的穷丫头，我肯要你那是你的造化。你把秘诀告诉我，我还能让你端茶倒水，以后赏你口饭吃。滚！苏清言，真把自己当成宝了是吧？你们2个小畜生，敢欺负青言！苏清言，你今天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就赌今天谁挖到金子最多，你赢了我就放你一马。青言，咱不能赌。舅妈，没事的。好啊，赌就赌。不过我觉得1天太长了，我们就赌1个小时之内谁能挖到1斤以上的黄金。输的人这辈子都不能再踏进矿区。有意思。我来做这个公证人，如何？沈爷可是这一片最大的金店老板，他地位可高了。除了做这个公证人，我近日想要1块1斤以上的天然金块，品相要完整。若你2人谁能找到，我不仅出50万现金，而且以后的回收价永久上浮2成。好，我赌苏清言输定了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前方80米，地下有1块大金子。苏
苏清言，就你还想跟我比谁挖的金子大？哼！不行了，这金子得有多大，能埋这么深？我挖到金子了！哎，挖到了！苏清言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去沈爷那边丢人现眼。苏清言，这块地我刚都挖过了，根本就没有金子。我找到金子了！不可能啊！我不会眼花了吧？这么大的金子，这怎么可能？赵天赐，你挖的呢？拿出来比比啊！时间到了，二位把金子都拿出来吧。520克，咦，赵家小子厉害呀！670克。这块金子的品相这么好，青言，你果然是我的福星。小孙，把50万现金拿上来。是。这么多钱！赵天赐，你那金子上怎么一点泥都没有啊？是啊，说老实话，哪来的？赵天赐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你居然把家里的金块给偷了！妈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原来是偷自己家里金子来充数啊，自己埋自己挖。赵天赐，你不守诚信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地盘不欢迎你们赵家任何人。师爷，我沈有为说到做到。儿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儿子！青言姑娘，这50万现金你点一点。不用点了，多谢沈爷。今天找到的金子让我吸收了力量，真龙图以后可收入你体内空间。太好了，这下寻宝就更方便了。你出来了，青言，你叫婶子该怎么挖金啊？就是啊，咱可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！叔伯、婶子，我这就是运气好。运气好能挣30万？对呀！别挡道，我们要去矿场呢。刘婶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哎呀，各位叔伯婶子，我是真没办法教你们怎么挖金。你这孩子咋越大越忘本了呢？我们跟着你是看得起你。咋？你发财了就忘了我们这些老邻居了？哎，青言，别理他们，赶紧走！走，快走，舅妈，坐好啊！嘿，是奴使，活该被赵家退婚。就是，跟他那个未婚先孕的妈一个样。呸！青言，你终于来了。这婶子，这咋挖啊？青言咋不挖了？是不是这块有金子？我来挖两下。来，一起挖。一起挖。算了，咱们走吧。青言啊，要不要跟舅妈一块去河边洗衣服呀？这2天矿场的人挤得跟赶集似的，咱们也歇歇。行，正好清静。舅妈，我来拿。好。青言，你这洗衣裳的手法有啥讲究没有啊？洗衣服能有什么讲究？我看你们是魔怔啊！人家运气好，说不定人家洗衣裳都能洗出金子来。前方右5米有一块金子，真的有金子啊！还真有金子啊！金子！哎呦，起来！肯定还有，他能挖出来，咱们也能。起开，这地是我的。青言，我看他们是疯了吧？咱们走吧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还是去矿场挖金吧。哎，有了！挖着什么了？让我看看。这是我的，这上面写你名字了。哎，你怎么打人呢你？他自己站不稳也能怪我？要我说，一帮老骨头就别来矿上了。这明明是周叔发现的，你们凭什么抢？他说他先挖到的就是他的，我还说是我先看到的呢。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哎，这矿场没法待了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，挖到东西就被抢。要不，咱们换个地方。换哪儿？矿场就这么大呀？北边那座废矿，
听说那矿洞荒了好几年了，早就被挖空了，啥也不剩了。对呀，没人去才清静。再说了，咱们还信不过青岩的运气啊。行。哎呀，这地啥也没有，全是石头。是啊，这矿荒了这么多年，不是没道理的。是啊，舅舅他们是因为我才被村民排挤，今天必须挖出金子来。北方100米处有金子。哎，今天的收获真不错。北方30米处有金子。这是塌陷区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就是想去看看。你在这等着，舅舅替你去挖。嗨，舅，慢点儿。青岩，往哪儿挖？再往前5米。慢点儿，舅。哎，居然有个铁盒子。舅，青岩，你看看里面装的什么？哎呀，居然是这么多金子，这加起来得有4、5斤吧？给。舅，我不能要啊！这金子卖了之后你们平分。不行，这位置呀是你找的。舅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快出去吧，等卖完金子，咱一起吃火锅啊！好啊！吾近日吸收能量不少，可以探测到玉石了。啊，走吧走吧。好，走。这地儿也能挖出金子？是啊。废矿都能挖着宝贝，我也试试。苏青岩那个贱人，到底在哪挖的？妈的，怎么什么都挖不到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来救救我呀！舅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？青岩呐，舅舅有件事儿想拜托你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藏宝图？对，是你爷爷的爷爷那代一个特别有名的老天师给的，说这图里啊藏着宝贝，找到了它就能衣食无忧。舅，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啊？哎，这图上的地方啊，我前些年跑了不知道多少趟，啥也没找着。我看你挖金子的本事那么大，我这心里又痒痒了，想着是不是拿出来给你试试。舅，这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前一阵子你哥呢在工地上摔断了腿，前2天挖金的钱才刚够第1期的手术费。你舅舅呀，因为这事儿整宿睡不着。舅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？哎呀，这开不了口啊！你帮了我们那么多，我要是再开口，我还是人吗？哎，舅，我刚给你转了20万，你先拿着给哥和嫂子用。不行，我不能收。自从我妈走了，就是你们一直在照顾我。哎，青岩，舅舅对不住你。舅，这藏宝图给我，咱们现在就去找。哟，这大白天的穿成这样，还带着铲子，不会又是来挖你那个狗屁藏宝图吧？哎，老二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当年咱俩翻了几年的山，啥也没找着，人家大老板开价10万块让你把图卖了，你不肯，还跟我翻脸。现在带个黄毛丫头来，他能找到个屁！二舅，找不找得到，试试才知道。是啊，切，省省吧，我等着看你们白忙活。这地方我都翻遍了，你真有信心呐？说不定咱们漏了什么地方呢。前方100米处有金银玉石，感应到了。哎，你慢点。舅啊，就是这儿。这儿我也翻过多少次了，啥也没有。咱们试试看嘛。啊？哎，舅啊，你听，空的。嗯。哎呦。哎呀，金条还有玉，快包好！老天师真没骗人呐！
我的天，哎，这怪不得老天师说找到了一辈子吃喝不愁啊！要不是青岩呐，我这辈子恐怕都找不到。舅啊，夜长梦多，咱们得想办法赶紧卖出去。哎，青岩呐，你二舅那边，我想把我那份分2根给他。没问题，不过我得先问问沈爷收不收这些东西。哎，好。哟，2个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往我家来了？挖到宝贝了？老二，这是给你的。这2根金条，当年你想卖图，我没同意，是我不对。这金子你拿着，算我欠你的。我不要，你儿子腿断了，总得花钱吧？哎呀，老二，给你就拿着啊，我这钱够用。咱们还是兄弟，别为了钱伤了和气。我们先走了啊。哎呀，乖乖，我知道沈爷有钱，没想到这么有钱呐。哦，这也太好看了。舅舅，我也要让你们住上这样的房子。哦，我给沈爷发信息了，待会儿就出来接我们。这，哎，咱们就是把整个矿场的金子找出来，也买不起吧？哎呀，走。哎，你们2个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是找那个8栋的沈爷。沈爷，就你们，去，一股穷酸味，别搁这儿挡道，一会儿冲突了沈爷的贵人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简直是污染了我们这里的空气。沈爷马上就到了。得了吧，沈爷能见你们的话，我脑袋摘下来给你们当球踢。你们这种在农村不好好种地，想来攀关系的，我见多了。赶紧带着你的破烂土特产走，别让我叫人来轰。青岩、老苏，你们站着干什么？快进来呀！这怎么回事？沈爷，我不知道他们真的是……不知道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今天会有贵客来，你就这么给我招呼客人？可是沈爷，他们的穿着……我沈有为交朋友看的是人，不是穿着。沈爷，我错了，沈爷，我错了。你去财务结工资，明天不用来了。对不住啊，青岩老苏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来，里面请。走。沈爷，沈爷，尝尝，这可是昨天刚送来的明前龙井。哎，好喝。青岩啊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玉吗？沈爷，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想请您给看看。是啊，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村人，哪懂这个？不过沈爷您放心，这玉的来路绝对干净，不是偷的，不是抢的，不是骗的，也不是假的。你们先别急，我问你们这个呀，不是怀疑你们，这块玉的价值可不小，我得跟你们说清楚。这块玉啊，是羊脂白玉原石，你们看这油润度、细腻的纹理，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少见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这值钱吗？值钱，非常值钱。青岩、老苏，你们信得过我，我也不跟你们玩虚的。6根金条加上这块原石，我出300万。啊？多少？300万？沈爷大气，成交。爷爷，听说您今天有客人啊？宁远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进来看看。爷爷，您现在的眼光越来越烂了，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啊？跟这种人做交易也不怕跌份儿。沈爷，这位是……你小子不许无礼！这2位都是我的贵客。贵客？就他们？爷爷，您别是被骗了吧？他俩全身上下加起来还没有1只鞋贵呢。你自己看，摔了你可赔不起。这是羊脂白玉籽料，顶级品相。爷爷，我不是瞧不起农村人吗？人家拿出来的东西，你这个留学回来的高材生见过几回啊？沈公子，这东西好不好？不是说他从哪儿来的，您说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是我小看你了。行了，去把支票给我拿来。青岩、老苏，让你们见笑了。这小子从小被我惯坏了。沈爷，年轻人嘛，慢慢教就好。青岩呐，说不定再过不久，我们就能做邻居了。借您吉言。青岩姐，加个好友呗。行。
玉石能量吸收完毕，探测深度增加至50厘米。这么深，再拿个铲子挖也不合适。等给大家分了钱，必须得采购点专业的工具了。青岩，哎，这一张小小的纸片，真能从银行取300万？当然，舅，这钱你拿100万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拿那么多。怎么不行啊？这藏宝图是老天师留给你的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给了我，还带着我去，我哪能找着啊？哎，那也不行。要不是你啊，那图在我手里就是废纸一张。这钱呢，够给你哥嫂治病的就行了。舅，这哥哥和嫂子都不是一次手术就够的。这孩子生下来之后，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。你要是不拿着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再说，我妈要是在世的话，也不会同意的。青岩呐，好了，舅，咱别说了，咱们现在赶紧去银行把钱取出来。听你的。哎，我相信呐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一定能住上这样的房子。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那玉值钱吗？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呦，我的眼不花呀！这后面几个零啊？瞧你那点出息，整整100万啊！青岩呐，还有200万呢。哎呀，你咋要这么多啊？哎呀，青岩这孩子非要给，说将来孩子出生了，花钱的地方更多。哎，他让我必须呢。哎，不行，咱不能拿那么多，不能那么贪。哎呀，他不听啊。这青岩啊，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不容易，吃了多少苦啊！青岩那孩子也是，没有抱怨过。他现在能这样啊，是他应得的。还不是咱姐教育的好吗？哎，是啊。哎，这钱呀，咱们先收着。但这是青岩的心意，不是咱应得的。以后啊，青岩有啥事儿，咱们呀第一个冲在前头。他要是受了委屈，咱得替他出头。他要是缺钱了，砸锅卖铁，也得给他垫上。青岩呐，就是咱亲闺女。对，老苏，咱可不能忘恩负义啊。放心吧。哎，青岩来了。舅舅、舅妈，我想去城里买点东西，咱一块儿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舅，你会开车吗？哎呀，当然会了。你舅舅年轻的时候可是经常帮人拉货呢。那行，我去把刘婶还有周叔叫上，一块儿去。哎，好。青岩，这真的是咱的车呀？舅，你这都是问了第8遍了。我这辈子呀，从来没坐过这么好的车。跟着咱青岩也算是享福了。你周叔没来，真是没福气。以后还有机会呢。走吧，咱们去买挖矿的新工具。明远，看那边，好漂亮啊！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好像在哪次家宴上见过他。明远，我要追他。好，走。苏清言，你认识？怎么会是他？你要认识的话，把微信推给兄弟，好兄弟的终身大事就全靠你了。怎么可能？好像。哇，这谁家的车这么漂亮？那上面架的是啥？这车真好看呢。谁家的？哎，来了！啊，这是苏清言。哎呦，这个车我见过，现在卖30多万呢。我上次去啊，连摸都不让我摸。不就是买辆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人家可不光买了车，看见那个金属探测仪没？2万多呢，最新款，能探到地下20厘米。哎呀，就是啊，你看看人家那车，再看看你家天赐。哎呀，有些人呐，当初退婚退的那叫一个干脆，笑死人了。天赐啊，你当时要是不退婚，现在坐新车里的可就是你了。别说了，这舅妈，您都不知道那个赵天赐在咱们家门口有多搞笑。他呀，哎呦，青言在家呢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大妈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这不是听说你最近发财了吗？大妈替你高兴啊，顺便替你那不争气的表哥借点钱。他想做点小买卖，还差20万。哎，王婆，你之前借的2万还没还呢。那不是刚盖了新楼了吗？我看呐，是你家那畜生又去赌了吧？哎，我可都听说了啊，苏青燕赚了大钱，买那么多东西，帮衬一下他大哥怎么了？
现在不忙，以后嫁了人，我让她没娘家可回。啊，滚！你给我等着，还我！还有这样子的人。青言，你妈就是太善良了，才被这种人吸了一辈子血。就是有多远滚多远。哼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走，进屋吃饭去。妈，接到前面呀，赌场那边着急催了。催命呢！那小贱蹄子妈不在了，剩下那几个穷亲戚不仅不借钱，还让我还钱。我凭本事借的，为什么要还？亏了我还想给他白菜。呸！挖金的狗屎运也能让他给碰上。赌，不让你赌，让你赌。哟，哎呀，张天赐啊，几天不见，怎么成残废了？都怪苏青言那个贱人，把我拼进塌陷区，什么都没找到不说，腿还断了。要不是我爹来得及时，我就被狼给吃了。你腿断了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说说吧，为什么来我家？当然是要让她付出代价。这死女人最近啊，又是买车，又是买新工具，在咱们村里耀武扬威。你儿子不是缺钱吗？得想办法把他的钱全拿走。好，你想怎么做？啥东西啊？这是我给我家母猪配种的药，想办法给苏青言吃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他吃下去，药劲儿上来，我就把他办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他还敢不从？好主意，等他成了你媳妇，他的钱你得分我一半。哼，等我把他的钱弄到手，再把他赶出去。他失了清白的女人，在咱们村儿怎么抬起头？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妈，赌场那边着急催了。行，苏青言，等你落到我的手上。前方5米处有玉石。还好跟着金龙的指引来了这边，不过这王婆也真够蠢的，连后门都不知道锁。我去赌场转悠转悠，剩下的你俩商量吧。等你们好消息啊！谁家的小兔崽子搞我的猪啊？哪个下线当的？敢做不敢当是吧？会不会是黄鼠狼啊？没人啊！哼，想害我，等着自食恶果吧！哼，真是见了鬼了！哎，王婆，我渴了，给我倒杯水。王婆，明天的事儿全靠你了。放心，那小贱蹄子跑不了。哎呦，王婆，你这屋是不是没开窗户呀？怎么这么热呀？这下可以去挖那块玉石喽！嘿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辣眼了吧！这不像话，这太不像话了！王婆，这是老牛吃嫩草啊！赵天赐，你的腿都断了，还不消停啊？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我强，这下你可得叫赵天赐爸爸了。放屁！谁要管他叫爸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怎么回事？都别吵了，警察来了！哎，都别说了，警察来了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，我们刚进来就发现他俩衣衫不整。苏青言，一定是苏青言！他们冤枉我！有什么事回所里说。一切都完了，完了。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啊！哟，这不是王婆吗？回来了。
王婆，这小年轻的滋味怎么样啊？你家那老头子死了有2年了吧？哼，老牛吃嫩草。我是被冤枉的，你们别胡说。冤枉？人家警察都说了，你是吃了自己下的药，自作自受。看什么看？滚！你妈干出这种事，你还有脸凶啊？苏青言，你个害人精！你把我儿子害进了监狱，你必须养我，必须给我养老！你儿子自己作恶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哎呀，我不管！你既然跟赵家定亲，你就是我们赵家的儿媳妇儿，你不管我谁管我？你放什么屁呀你！走，走！滚！你们欺负我一个老太婆，我要去告你们！告你去告啊！进去了还能给你儿子做个伴呢。苏青言，你不当好死！你滚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来找我的儿媳妇儿，关你屁事！谁是你儿媳妇儿？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来给你送点东西。送东西？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你肯定是苏青言找的姘头，怪不得你不要我儿子了，原来你是攀上高枝了。你说话放尊重点儿。哼，姘头，不要脸！你们2个都不是好东西，我儿子就是被你们害的。请你立刻离开！我不走，你打我呀！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有钱人欺负老百姓了！放手！救命啊！青言姐，这个阿姨天天来闹事儿啊？习惯了，走，里边坐。青言姐，你真不容易啊！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让你亲自来一趟。青言姐，我爷爷说他看不上我天天到处闲逛，想让我来跟你学点东西。然后我爷爷他总说我眼高手低，得跟着有本事的人学学怎么做事，怎么做人。跟着我？我可没什么好教的，我就整天跑山挖矿，又脏又累的，你能受得了？青言姐，你放心，我虽然是没有干过什么粗活，但绝对不是吃不了苦的人。行，那你就跟着我干吧。哦，我爷爷让我给你拿了个东西。那这是下周市里商会的宴会邀请函。我爷爷说，这次来的都是商圈和矿业的大佬，让你一定要去。行，我到时候一定去。哦，我爷爷还说，你爷爷？喂，沈爷爷。青言呀，明远到了没有？到了，您放心吧。那就好，这小子不懂事，要是给你添麻烦了，你直接骂他，不用给我面子。没有，他能过来，我很欢迎啊。这家伙整天游手好闲，我实在管不了。青言，你帮我带带他。沈爷爷客气了，明远能过来，我很欢迎啊。对了，邀请函看到了吧？收到了。这次宴会很重要，来的都是能帮得上忙的人。以你的能力，有了这些人脉，青言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青言，你可一定要来，千万别推辞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去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明远要是敢偷懒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收拾他。好。爷爷，我听着呢。听着正好，好好跟青言学，别给我丢人。好，那沈爷爷我就先挂了。啊，挂了吧。好好跟着我干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爸让我来的，说能多认识点人。各位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小友，苏青言。别看他年轻，本事可不小。上次我的那块羊脂白玉，就是他找到的。他找到的？就是他找到的呀！这小姑娘这么厉害呀！苏小姐，那块玉我可听说了，品相顶级，年少有为啊！您过奖了。苏小姐，以后有什么好东西，记得和我联系啊。就是这个农村丫头，那块羊脂白玉让沈爷在省城出尽了风头。
连城中矿区的合作也被沈爷截胡了，爸筹备了半年，全泡汤了。今天非得让他出手，不就是个农村丫头吗？挖2块破石头，至于这么跑？高启航，你的教养就是如此吗？就是，连人家挖的石头都没见过，你凭什么说三道四的？你们2个也被他迷住了。少说点。苏小姐，听说你挖金子很厉害，不过挖矿这种事光靠运气可是走不远的。高启航，你要什么呢你？一只。苏小姐不服气，敢不敢和我现场赌上一把？我车上就有几块原石，我们现场开切，看看你的运气是真是假。启航，别胡闹！爸，你别管我。好啊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苏小姐，你先选。这块的玉石完整，这块只有一层极浅的玉。我选这个。行，我要中间那个。来，先切我的。就是啊，这也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不行啊！切他的。哇，出绿了！出绿了！哇！诺冰爪还是满绿，这价值至少50万。高少，你这眼光，咦？启航，还不给苏小姐道歉？对不起啊。年轻人嘛，心高气傲也算正常。苏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好货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哎，青岩可是我先发现的啊！还有我。多谢各位抬爱。苏小姐，我是省城矿业协会的赵建国，我手里呢还有一个没有开发的矿区，最近啊正在邀请顶尖的寻宝人参与勘探。这张邀请函，希望你能收下。未开发的矿区，岂不是遍地宝贝？赵总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！我相信你啊，能配得上。青岩，你就别推辞了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苏姐，恭喜啊！青岩姐，太厉害了！青岩，你今天的表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那也多亏沈爷带我进来。钱姐，那个高启航脸都绿了。活该，谁让他瞧不起人呢？青岩，未开发的矿区虽然收益很大，但不少地区都有塌陷的风险。去了以后千万小心，需要什么设备尽管给我说。哎，娟姐，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好，带你们一块儿去。这是哪家的少爷小姐啊？穿的跟拍电视似的。我看呀，是城里待腻了，跑到这儿来找刺激。还有女的，大小姐，万一遇见了塌方，摔断了腿，可就嫁不出去喽。现在的女人啊，就以为进了矿区啊，就是勘探专家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你们欺负人是不是啊？舅舅，一只，别和他们吵，时间有限。不要和跳梁小丑浪费时间。哎，你矿区咱们各凭本事。那些人嘴太臭了，我要让爷爷教训教训他们。前方5米的地下一看便是。跟我走。一只，哇，一起。
哇塞！哇啊！哎呀！哎呦，哇，这鱼真漂亮啊！是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！清源姐，你太神了！这块太好了。这颜色这么大块，这不公平，肯定是走了狗屎运，真该死！哎，好，明白，马上走。怎么了？走，别挖了，上面不让挖了。凭什么？别问了，赶紧走，不要命了你！走。哎，他们怎么走了？可能是良心发现了吧。继续挖吧。嘿，等等，去那边。啊？哎，走。哦，好，哎，就这里，这块儿。哇，这厉害呀！那边，这个走，太厉害了吧！那里还有。哎呀，苏姐，真的走不动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这都已经第18块了。继续。哎呀，走。清源姐，要不要解几颗看看？对，过瘾。行。先解这块最小的。好。哇，出绿了！这颜色太漂亮了。裸冰种满绿，这块至少值50-60万啊！50-60万，这么小一块，比金子还值钱。哇，蓝水飘花，少说80万啊！80万！哈哈！再看看这块。好。啊，冰种杨绿，这块至少值300万。这个刚才是我挖的，舅舅你挖的。清源姐，要不要告诉王叔？他可喜欢这个了。好啊，我这就告诉他啊。青岩呐，我想回家盖房子，你舅妈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没住过一天好房子，风里来雨里去的。好，舅舅，大家回去一起盖房子。苏姐，我帮你搬砖。我的力量又增加不少，可帮你强身健体。姐，好疼！感觉力气是大了不少。听说了吗？苏清言带着那帮人去外地矿区挖矿了。哎呀，我看呐，肯定是白跑一趟。你们说，他们要是空着手回来，那脸往哪儿搁呀？哎呦，这不是咱村里的大富豪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挖到什么了？青言啊，听说你看不上咱村的矿区，还要跑到外地去啊？这一趟花了不少钱吧？挖这点石头够不够油钱啊？哎，看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以为挖到金子了，谁知道就挖了一堆破石头。年轻人呐，赚点钱就飘了。你是一块金子没挖到，挖了点石头，回来打肿脸充胖子吧？你懂什么？这是原石。哟，原石，村后这山上多的是，你要不要我给你挖2筐？你们。苏小姐，那块冰种杨绿在哪儿呢？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你发的那张照片？我们在省城开会呢，一看到照片，会都不开了，直接赶过来。快，让我们看看。啊，这个给您。好，太好了，冰种杨绿，品相顶级。苏小姐，我出500万。哇塞，500万！是啊，这么多！哎，老张，你可不能独吞啊！我老婆可是想这个好久了。分你几个界面就是。500
500万就是破石头，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托啊？不可能吧？我张德茂在省城做玉石生意30年，我的信誉比你的命都值钱，说我是托？哼！哎呦，快走快走！哎呦，青岩呐，那剩下的原石，咱们进屋聊。哎呦，刚才谁说的？我们挖的是破石头来着。就是500万的破石头，你们去后山给我挖几个呀？不是，哎呦，快去快去！舅，咱明天就找施工队盖房子。你们看，这块地好，坐北朝南，前面的还能挖个鱼塘。不过呀，离村子远了点儿，但是清静。图纸不错，适合种地啊！种地，哎，盖房子。苏老板，就这儿。对，马师傅呀，先挖地基。行，开干。下方有一条矿脉。什么矿脉？那得值多少钱？不行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等，咋了？那个，我们觉得这个地儿不好，房子我们不盖了。啥？啊？青岩，你确定？这块地咱们可找了好久了。舅舅，你信我吗？哎呀，听青岩的。行，不干了啊，我们不干了。你个小丫头片子下是会什么？你们也是跟着瞎胡闹。你们可想好了？这前面地基已经打好了，这一上午就白干了啊！不干了可以，但是前期的工钱呢，不能少，而且啊，那必须得多加2成辛苦费。工钱我们照付，但是要加钱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要是愿意的话，就继续干；要是不愿意，我们就换人。嘿，另请高明吧。哎，这下咱得重新找人了。舅舅，你信我，这地底下的东西可比房子要值钱。什么？嘘，咱们回家说。走。啥事儿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舅舅、舅妈，不瞒你们说，那块地下面是个矿脉。矿脉？这矿脉，咱们现在的钱肯定不够承包的。明天我继续去宝城矿场挖原石。舅舅，你就负责帮我在村里看好那片地，千万不能被人发现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好。苏姐，咱今天肯定大丰收啊！哎，对，你们的房子盖得怎么样？挖着矿脉了，先不盖了。啊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？我去！假的，舅舅他们在村里监工呢。青岩姐，这好像要塌了。小心！此处有玉石。苏姐、明远，你们没事吧？别管我，去看看明远吧。我没事。沈爷说马上就要来了。谢谢你，青岩姐。嗨，谢什么？沈爷把你交给我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跟他交代？一只，去看那块石头。好。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呢？哇！天哪！帝王绿，你俩一人一半。哦，不，我不能要。青岩姐，要不是你把我推开，我连命都没了。石头我不要，我1分都不要。可是，要不咱先把石头拿回去再说。行。如今吸收的能量可帮吾升级新功能，可以探测到金银玉石的具体种类。我说的就是你吧？我刚才明明看到你从那边出来的，是不是你？此处有绿松石1枚。就是你！刚刚明明看到你从那边车里鬼鬼祟祟下来，是不是你偷的？放屁！我偷什么了？
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啊？分明是你自己藏起来了，想赖我身上。我看呐，肯定是有人趁乱偷走了。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关你们什么事儿？这是我们自己挖的，丢了一块高蓝绿松石，价值几十万。你们刚好要走，肯定是你们偷走的。说话要讲证据，这石头是我们挖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心虚了，不敢打开，那一定是你们偷的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说你们丢了一块高蓝绿松石。对，高蓝绿松石全都他，至少值60万。这绿松石不就在你们自己人的头上吗？把帽子摘下来。摘什么帽子？我帽子怎么了？摘下来啊，有本事！站住！就是这个，没错。你自己偷的，你还冤枉别人？我就是想拿给老婆看看，不是偷。怎么回事？都围在一起！医生，快给明远和青言看一看。好，沈爷、赵总，他们自己人偷东西，还冤枉我们。要不是青言姐火眼金睛，他们准备敲我们的。什么？谁石头？赵总，是我们不对，石头我找到了，是他弄的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矿区你们不准踏进半步。赵总，少爷，小姐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我们真的错了。拖走。怎么样，伤得重不重？这位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少爷有些擦伤，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做个 CT 放心些。哎，你呀你，下个星期天就是你奶的70大寿，你要是头上缠个绷带过去了，你奶非骂死我不可。爷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小叔20年没有回家了，这次专门从港城回来给你奶奶祝寿，你倒好，一点不让人省心。小叔，医生，快带我去医院，现在就去。怎么突然这么着急？冰种帝王绿，足球大小，颜色正，水头足。青言，这块石头我保守估计至少5000万打底。我的天，5000万！这下承包矿脉的钱够了。沈爷，其实我在村里发现了一条金银矿脉。什么？金银矿脉？舅舅现在帮我看着那块地，还没告诉别人，就是不知道承包下来要多少钱，还有这个资格证的事儿。所以你想卖掉冰种帝王绿，是为了凑钱？对。青言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这块石头啊，我想买一半，给你沈奶奶做一套首饰，你卖给我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我帮你找人加工或者出手，价格呀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另外，开采资格证的事我来帮你办。您可以办证？我在省城混了几十年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。这会不会太麻烦？麻烦什么？你救了我孙子，我帮你办个证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你的矿开起来以后，出了好料子，想到的不还是我吗？那是自然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明远，你受伤了，怎么样？你说找我有急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小叔，我好着呢。倒是小叔你，我可能找到你20年前丢的女儿了。什么？但是自从你去了港城之后，就很少回来。我也是昨天才想起来。那他妈妈怎么样？她叫什么名字？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是被亲戚带大的，叫苏青言。哎，做鉴定，现在就去。先生，根据 DNA 的对比，样本提供者与您的侵权概率是99.99%，符合生物学父女关系。啊，小叔，青言姐真的是您女儿？她在哪儿？她应该回村了吧？
快带我去，快走！等我换个衣服。明远，你伤得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正在给你奶奶呀做手势呢，等一会儿我就去看你。爷爷，大事！苏清言她是你孙女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亲子鉴定已经出来了，清言姐是小叔的女儿，小叔现在在跟我一起往她村里赶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姐，你在天上都看到了，清言啊，特别有出息，不仅发现了矿脉，还挖到了帝王绿，还有啊，咱家呀，要盖大房子了。是啊，清言这孩子和你一样要强，吃了多少苦，从来没有坑过，现在好了，日子终于好过了。妈，女儿没有给您丢脸。哎呦，这车真漂亮！这是谁家的车？咱们村还有人买得起这个？哎呦！哎，走，咱们跟上去，去村点鸡蛋。清言姐，清言，我是你爸爸。哎，你说啥？20年前，我认识了你妈。刚认识半年，生意上出了事儿，我被迫回去。回来之后，就看不见你妈妈，都不知道我有个孩子。清言姐，小叔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一直在找你们。清言，我能抱抱你吗？清言，爸爸来晚了，对不起。爸，你怎么才来？这孩子双喜临门了。哎呦喂，苏清言，怪不得你现在这么有钱，原来在城里绑上大款了。就是在墓碑前搂搂抱抱的，也不怕你妈寒心。是，年轻人赚快钱可不是正道啊！怪不得赵天赐这么快就被关起来了，原来是背后有人撑腰啊！那是赵天赐，他罪有应得。我是苏清言的父亲，这里有 DNA 鉴定报告，你们要跟我律师打官司吗？谁知道是不是伪造？你要是再胡说的话，我不介意报警告你诽谤。是谁在造谣我的孙女？沈爷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快走，惹不起，快走吧。沈家的孙女儿，乖乖，咱以后别掺和苏家的事儿了。太邪门了！苏清言怎么就成了沈家的千金呢？以后见着他，咱们绕着走吧。走，快走！哎呦，清言，爷爷总算找到你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誓死守护清言姐。就你？清言，下个礼拜天是你奶奶的70大寿，我想在寿宴上把你介绍给沈家的亲朋好友，也算是为你办一场认亲会。爷爷，这会不会太突然了？哎，清言啊，你奶奶过70大寿，你去尽尽孝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是啊，姐，你就去吧。奶奶以前听爷爷提起你的时候，一直夸你年轻有为。要是让奶奶知道你是她亲孙女儿，肯定乐得合不拢嘴。好，我去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知北，你去通知亲朋好友。明远，你陪清言和亲家去置办几件衣裳。我们也能去。当然，你们是清言的亲人，也就是沈家的亲人。行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谢谢爷爷，谢谢爸。好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咱们干杯！来，来，干杯！左前方50米处有一块糯冰种飘花原石。既然是奶奶70大寿，飘花有点散，送这个不够喜庆，也不够庄重，再找找吧。左前方80米岩壁处有一块翡翠原石，色泽稀有。色泽稀有，难道是？我要的就是这个。福禄寿3色翡翠，做寿礼再合适不过了。奶奶，这就是我送您的寿礼。
沈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！老夫人，祝您福寿安康。这是犬子为您特意挑选的寿礼，双色翡翠摆件，绿紫双色，寓意富贵满堂。高老板有心了，东西很漂亮。唉，这宴会厅还真是什么人都能来呀！有些人不知道从哪儿弄的邀请函，带着穷亲戚就来蹭饭喽。哎，别乱说话。奶奶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寿礼。好孩子，你来就行了，还送什么礼呀？哎呀，真是开了眼了。福禄寿，3色翡翠，还是天人原石。这料子比帝王绿还少，太漂亮了。苏姑娘，了不起呀！各位，今天我沈有为有2件喜事要宣布。第一是我夫人70大寿，第二嘛，是我沈某找到了失散20多年的孙女苏清言。这也太神奇了，居然找到了。是，真好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沈家与高家断绝一切商业合作，之前的合同按违约处理。沈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儿子在宴会上诋毁我的孙女，我沈家的宴会不欢迎这样的人，请你们出去。沈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沈爷。请。孩子，来到奶奶这儿来。好孩子。姐，快给奶奶切蛋糕。感谢各位长辈，还有各位朋友，今天来参加我奶奶70岁寿宴，也感谢我的爷爷，还有爸爸，以及苏家所有的亲人，让我找到了家。我叫苏清言，从小长在一个贫困的山村，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，吃了很多的苦，但是她教会我做人不能忘本。这些年，我靠着自己的努力，还有些运气，赚了一点点的小钱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在大山里，在贫困村庄里的孩子，和我小时候一样，想读书却没有学校，想走出大山却没有路。所以今天，我想在我奶奶的寿宴上，以我个人的名义，向本市的教育事业捐款1000万，用于建造无所希望小学，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能和我一样，有书读，有学上，可以走出大山，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苏小姐，好样的！还真是富贵不忘本呐！我老王服了。我再追加500万。青言，爸为你感到骄傲啊！妈，我没给您丢脸。青言，你打开看看。矿脉承包资格证，爷爷，您这么快就办下来了？是啊，这才几天呢。都说了要帮你办证的嘛。再说了，我在省城混了几十年了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。爷爷，这也太麻烦您了。麻烦什么？你是我孙女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早点拿下开采权，就可以早点动工，早点赚钱。青言，你爷爷就这性子，做事急。姐，这下你的矿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开起来了。明天我去给你当监工。你小子就知道凑热闹。爷爷，等我赚钱了，第一笔分红先给您。我可不缺你那点分红，你能干出一番事业来，爷爷就已经很知足，很开心了。爷爷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青言，资金上有缺口的话，随时跟爸讲。好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今晚就住在这儿，客房都收拾好了。明天一早，你带着我的人去看看怎么开采。谢谢爷爷。青言，这一大早的，啥事儿啊？村长，我想把之前盖房子旁边那块荒地也买下来。那块荒地，你之前买了地，施工了1天就荒在那儿，
房子也不盖了。青岩，你这想一出是一出的，我咋信你啊？不是，村长，不是不盖。青岩，你们年轻人就是想法多。那块地虽然荒着，但也不能随便卖。你上次说盖房子，我信了你，把地批了，结果刚挖1天你就停了，村民都在议论，说你是闹着玩呢。村长，您先看看这个。啊，矿脉承包资格证。这地下有矿啊？是金银矿脉，所以我们要把那块荒地买下来，才能完整的开发。青岩啊，你看你，怎么不早说呢？这是好事儿，村里支持那块荒地，你看上多少就买多少，价格呀好商量。村长，你刚才说啥来着？哎呀，那是我不知道情况嘛。青岩开发矿脉，那是给全村造福，我代表村委会全力支持。大清早的把我们叫来啥事儿啊？该不会又是要收钱了吧？可别，我家今年还没开张呢。大家安静安静。今天把大家叫来啊，不是问大家收钱，而是啊给大家发钱。什么？发钱？发钱？咱们村的苏青岩拿到了国家批准的矿脉开发许可证，需要买地。今天把你们叫来啊，就是商量补偿的事儿。哦，我去，不会是上次说要盖房的那块地吧？我有块菜地在那旁边。发了呀！我得赶紧找媒婆给我儿子说媒去。各位叔叔婶婶，凡是被我们矿场占用到地的，我按市场价的3倍补偿。另外，矿场开发之后需要人手，村里愿意来的可以优先被录用。苏丫头，说话算话啊！当然了，之后矿场正式开工，村里人来干活的，日结工资，绝不拖欠。哎呦，好，真好啊！但是，除了2家之外，这赵家和孙家，本矿场不欢迎他们。哟，我看的矿场刚好卡在那赵家的菜地边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划进去了。现在要不是都能分到3倍的补偿哦，有些人呐，自己都把路给走绝喽。你看看，这下好了，好好的亲戚不做，非得闹成仇人去，这不到手的银子飞了。你们，老伴儿，赵爸怎么晕了？快来人帮忙，掐人中，快掐人中！老伴儿，你可别吓我啊！正前方10米处有金银矿脉。苏小姐，您确定这有矿脉？我干这行20年了，这片地一看就是贫瘠岩层，连个矿脉的苗头都没有啊！这里能挖出矿脉，我把铲子吃了。你们还没挖呢，怎么知道没有啊？赵师傅，这矿场资格证就在这里，就按照合同上挖就行。赵师傅，我姐说挖就挖，别浪费时间了。行，开工。好。赵哥，这里真有东西。可能是大石头吧。苏小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对不住。赵师傅，现在可以放心干了吧？放心，兄弟们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好，青岩，这里真是有矿脉呀！青岩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青岩姐，我去给你当监工。行。舅，这是我请人设计的4栋小楼，咱4家1家1栋。青岩呐，你这太费心了。青岩，使不得呀。钱的事你们别担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些年如果没有你们照顾我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啊。这是矿场的股份，您和舅妈1人5%的干股，等咱们矿场赚钱了之后，年底就分红。不行，这矿是你的，我们怎么能要股份呢？舅，如果没有当初你们陪我去矿场挖金，信任我，支持我，就没有我苏青岩的今天。所以呀，你们一定要拿着。是啊，青岩，你给我们盖房子都已经够了。舅妈，你们必须得收着，要让我妈知道我没有忘本。青岩，那我们收下了。这才是我舅妈。
爷爷，什么惊喜把我们叫回来啊？问你小叔。青言，这个是爸名下的别墅，就在你爷爷家隔壁，你随时可以搬进来。姐，我要去你家住。爸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青言，收下吧，你爸欠了你20多年的父爱，一套房算得了什么？孩子，你就搬过来住，离奶奶近一点儿，这样奶奶天天也能看到你。好，那我就收下。谢谢爸，谢谢爷爷奶奶。青言，爸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商量。我在缅国开了一家拍卖行，这些年发展的还不错，那边市场很大，机遇更多。你愿意跟爸一块儿去吗？姐，我去给你当助理。哎，别捣乱。真龙在手，我一定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好，爸，我去。年轻人多出去闯闯是好事，青言，爷爷支持你。可怜我这把老骨头了，刚得了宝贝孙女，又要分开喽。奶奶，我以后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的。舅舅舅妈，周叔刘婶儿，我要跟我爸去缅国了，矿场和村子里的房子就拜托你们了。青言呐，你要去多久啊？现在还不知道，要是发展的好的话，就在那边扎根了。但是矿场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继续开采。销路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你们帮我盯着就行。要是有不懂的，直接打电话给我，还有沈叔就行。哎呀，青言啊，你一个人去那么远？舅妈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明远弟弟也跟着我一块儿去。阿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青言姐的。是啊，青言也长大了，该出去闯闯了。婶子支持你，青言。哎，矿上有我们盯着呢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好。青言，到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熬夜，按时吃饭啊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也要注意身体。青言，常回来看看。哎，我说杨一之，你这家伙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和我姐去缅国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怎么不能来了？我给苏姐当保镖来。保镖？你连我都打不过，保镖啊！我只是不想跟你一般计较。切！青言啊，我们先不去缅国了，去隔壁的青州市。青州市？我有个老朋友啊，叫周怀远，是青州最大的玉石商。他上个月在我的拍卖行拍了一个极品翡翠雕件，准备去参加海外的珠宝展，结果被人盗走，至今线索只查到一个古宅就断掉了，警方掘地3尺都没有线索。你要不要去跟我一块去看看？好。找玉雕，听着就刺激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前方150米处有玉雕。志伟，辛苦你跑一趟，所有线索都指向这座老宅，但警方愣是掘地3尺，什么都没找着啊。华远，你确定玉雕是在这里？没错，小偷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这里，只不过抓住小偷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尽了，所以这座老宅是唯一可以藏东西的地方了。沈老板，你个做拍卖行的，不好好在港城卖你的东西，跑来掺和什么？这找东西的事，你懂吗？刘老板，我是受周老板之托来帮忙的。帮忙？我看是监守自盗吧。这玉雕在你拍卖行出去就丢了，肯定就是你和小偷里应外合，想把东西藏起来再卖一次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刘老板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爸在缅国干了几10年的拍卖行，从没出过信誉问题。你一句监守自盗，是想诽谤吗？我就是合理怀疑。那你怀疑错了，玉雕就在这里面，只是你们没找对地方而已。苏小姐，你说我的玉雕就在这屋里，可这屋我们已经翻了几10遍了，这地砖都撬开了。那是因为你们找错方向了，这宝物不在地下，而是在那里。明远，去把那盒子拿下来。啊？周叔，您看是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这个翡翠观音，我花了8000万买的。哎，老刘，这盒子
怎么好像是你家的呀？请跟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，快走！我不知道啊，就这水准还骗人呢！哼，苏小姐、知北，谢谢你们啊！您客气了。那我们告辞了。我的能力进一步提升，现在可以探测到500年内有价值的物品了。缅国不仅矿产资源多，古董玉石行业也非常发达。爸的拍卖行在缅国经营多年，人脉和市场都很成熟。如果我能在古董鉴定和寻宝上闯出名堂，真龙，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。齐安姐，走了。到了港城，我必须拼命学习，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啊，来了！先从清朝开始，这是我最熟悉的。以前挖矿靠真龙，但鉴定古董不能只会辨别真伪，我要自己学会判断它值不值钱，值多少钱。沈明远，快去中路！我快死了，你快救我！哎呀，齐安姐，你都学了好几天了，不累啊？还行吧，我想先把这几本书看完。光看书哪能有用啊？对于古董来说，得上手看实物才学得快。哦，对，齐安姐，听人说港城有条很有名的古玩街，叫藏宝巷，那里面有各种宝贝。听人说，经常有人在这捡到大漏呢，正好咱也去练练眼啊。对呀，咱们去转转，说不定运气好还能捡个漏呢。可是我这才刚刚学了几天，去了也看不懂。看不懂才要去看，古玩这行，理论加实践缺一不可。对，苏姐，你连脉矿都能找到，其他小玩意儿还能难倒你？行，那我们就去看看。走，我去开车。走吧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小碗为光绪年间生产，玉佩为万历年间生产。随便看，随便瞧啊！老板，这碗怎么卖？3万，我看姑娘识货，给你实价。3万，市价也就1、2万的东西，真黑呀！谢谢老板，我再转转。老板，这个玉佩，姑娘好眼光，这是明代的，5万8。东西挺好的，价格也合理，谢谢啊。走。齐安姐，那2个都是真东西，怎么不买啊？价格那么黑，咱们是来捡漏的，不是来当冤大头的。走。听说你今天运气不错嘛，都开出高宾主了。这是我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，这不是华国，识相点东西留下。这是我们缅国的原石，凭什么让你带走啊？少废话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。不！哎呀！你们找死啊！哎呀！你的东西。谢谢你们。你们几个外乡人，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吗？我要把你们全扔进江里喂鱼去。那你试试。你们，苏姐，那几个人抢开出来的料子，这肯定有赌市场吧？齐安姐，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吧。行。老大是沈知北的女儿，盯着他们，马上来。哎。
此处有玻璃种雪花棉翡翠。哇！你就是沈之北刚认回来那个乡下土妞，怎么不想种地，跑到缅国来凑热闹？爸爸好像和我说过，这是对家拍卖行的老板巴茂，在缅国专门截胡华国人的生意。连个手电筒都不带就来赌石，你当这是逛菜市场呢？果然和你那个难缠的爸一样，就喜欢装腔作势。你说什么？巴茂先生，这赌石靠的是眼力，而不是手电筒。眼力？你一个黄毛丫头，跟我谈眼力？我赌石几十年，什么料子没见过？就你手里的这个破料子，50块钱都没人要。那不如我们赌一场。怎么赌？简单，我们2人选现场的石头开一块，切开了之后，看谁的料子更贵，如何？这小丫头跟巴茂赌石的时间比你年纪都大。是啊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赌石。哼。就这个，真不要脸！那小姑娘那块就5000，我赌她出高冰种，我就用这一块。5000块的砖头料，来，先切我这个。啥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？巴茂先生，您不是说能开出高冰种吗？怎么变糯种了？就这样，你们别得意太早了。要怎么切？侧面开窗，先擦一脚。玻璃种雪花棉，我有玻璃种啊！玻璃种雪花棉玻璃种雪花棉，这种料子10年难遇啊！这么大一块，少说值几千万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巴茂，我80块回收你那块石头，怎么样？你，苏小姐，我是阁劳矿场的吴敏登，这块料子真是让我开了眼界。吴先生过奖了。我宣布，明年我们矿场挖出的高货，全部交给沈之北、沈老板的拍卖行打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结识苏小姐这样的行家。好，我也是，苏小姐，以后多照顾。啊，苏小姐，我是温奈，恭喜你开出这么好的料子。多谢温先生。苏小姐，这块料子我愿意出2000万，你卖不卖？5000变2000万，早知道，哎。温先生爽快，2000万卖给您。好，苏小姐果然爽快。小刘，支票。哼，走。苏小姐，改日一定拜访你和沈老板。随时欢迎。这枚铜钱为同治年间生产。老板，你这枚铜钱怎么卖？这个铜钱啊，乡下收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，50块钱，哈哈。30行不行？哎，姑娘，50块钱是最低的，我就赚个买菜钱。行，50就50，我扫您。支付了。嘿。哎，芊姐，这枚铜钱有什么特别的？吉祥通宝，清朝年号最短的钱，只铸造了69天就停铸了，存世量极少，钱币界称它为金钱第1大珍。那值多少钱啊？前年在京市拍卖会上，一枚品相不如这个的，就卖了320万。哇，我们真的花了50块钱买的。
哇，这楼太大了吧！今日吸收的能量让吾能力更进一步提升，现在可以探测1000年内有价值的物品了。苏小姐，请等一下。你是？我是林婉儿。刚才看到您赌石，后来又看到您在这边捡了铜钱，觉得您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眼光又准、魄力这么大的女人。林小姐见笑了。不是过奖。我父亲常说，赌石和鉴宝能在一行出类拔萃，已经很是难得，连2样都这么厉害，果然是沈会长的女儿，虎父无犬女啊。那是，我姐可是天生的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哎呀！苏小姐，我能留您一个联系方式吗？我想和你一起去赌石和鉴宝。好，来，你扫我。谢谢苏小姐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回头见。好。苏姐，你小迷妹呀，好可爱啊！爸，回来了。听说你今天在瑞轩大出风头啊，小叔，你是不知道，青岩姐今天花5000块钱买的石头，切出玻璃种雪花棉，转手卖了整整2000万。后来又在地摊上花了50块，买了个吉祥通宝，价值300多万呢。爸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呢就是运气好而已。啊，这件事在缅国的华人圈都已经传遍了。巴茂那家伙今天可算是吃了大亏，几个矿场主当场就倒向了我们。青岩，你这可替爸打开了新局面啊！哈哈。爸，我今天在瑞玉轩门口看到一个华人开出了高兵种，却被几个混混围着抢。哎，这种事儿在缅国很常见，华人在外打拼，哎，不容易啊。爸，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之前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困难？青岩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爸，我想把我今天挣的2000万全部捐给当地的华人互助会。青岩，你确定吗？这可是你凭本事赚的钱啊！我确定，钱没了我还可以再赚，但是华人在外面被欺负了，需要有个人撑腰，互助会能帮一个是一个。爸，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。好，爸替你联系。青岩，你比爸强得多啊！千姐，你太帅了。林小姐早。青岩姐，叫我婉儿就行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怎么了？城北的王家要移民去欧洲，宅子里的摆件太多了，带不走。他们就想了个法子，交1万块门票进去随便挑一件，只要能拿得动就能带走。但王老爷子是个地摊迷，10年攒下来不知道多少东西也在宅子里，不论真假，不包退换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我也听朋友说的，昨天有人从那里淘了一件康熙年间的瓶子，转手卖了80万。苏姐，要不要一起去？行，什么时候？上午10点，我给你发地址。好。哇，天哪，这得多少东西啊！不急，咱慢慢挑。这个玉雕是同治年间生产，只能带1件回去，这个就算了。婉儿，这里的东西一般般，咱们去里边挑吧。走。玉雕笔洗为宋明道年间生产，香炉为宋天圣年间生产。这2个倒是不错，刚好我和婉儿一人1件。这是我先看到的。这明明是我先拿到的，你跟我抢，你要不要脸？真龙路过这里，没有留下任何字迹，且青花颜色灰暗，画工粗糙，必然是假货了。这瓶子是个假货，就让给他。哼，算你们识相，这瓶子一看就是好东西，想跟我抢，哼，没门儿！跟我来。
看这个。苏姐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北宋明道年间的小玩意儿。苏姐，这太贵重了。哎呀，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咱俩一人一件，你不拿我也不好带走啊。林会长，您看看这个康熙官窑青花缠枝连纹瓶，我刚从里面淘出来的。林会长，你看我这眼力够不够格加入咱们的鉴宝协会？瓶子啊，再看看啊。不用看，康熙官窑没跑。哟，是你们呀？怎么捡不到好东西，来攀附我们林会长了？爸。请回吧，东西是假的。我不服，你们的东西呢？拿出来比比。爸，你帮我看看这个。这是和田青白玉，灵芝纹，雕工细腻，线条流畅，包浆温润自然。底部款识明道年制，是北宋明道年间的文房玉器，此乃珍品无疑啊，市值至少500万。500万，这姑娘真是捡了大漏了，不愧是林会长的女儿。哼，说不定是你们父女俩早就串通好的。林会长，请您长长眼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是普通的宋代香炉，而是北宋官窑烧制的瑶台映月套组中的一件，全套总共12件，藏12时辰之数，传是仅此一套呢。那得值多少钱呢？无价，如果非要估价的话，1个亿打底，而且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因为能凑齐这12件的，至今还没有人呢。刚才那个巴布还吹他自己的假瓶子呢，笑死人了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不服的？要不要我把你这个瓶子的假处详细再讲一遍呢？算你狠！活该。算了。今日吸收的能量让吾的能力再次提升，现在可以探测1500年内有价值的物品了。苏小姐，不知道这支香炉您能否割爱啊？不瞒您说，我有一个老友，只差这一件就能凑齐一整套。是陈爷爷吗？对，没错，苏小姐，他叫陈伯宏，是缅国最厉害的华人收藏家啊，也是我几十年的好友。他花费了半生的心血，搜寻瑶台映月套组，如今已经找到了其中的11件，可唯独缺这一件香炉。下个月伦敦要举办一场国际古玩博览会，各国藏家呀都会带顶级的珍品参展。我这个老友啊，毕生的心愿就是凑齐这12套件，然后代表华国参展，让全世界看看我们老祖宗的手艺。这是为国争光的好事啊！是啊，苏小姐，所以我斗胆开口，这个价格您来定，陈老是绝对不会还价的。不用了，林会长，这东西是拿来传承的，而不是拿来囤积的。比起收集一整套瑶台映月，这一件孤品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我更愿意陈老拿着它去为国争光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华国古人的智慧。苏小姐，您……林会长，您带我去见见陈老吧，我想亲眼看看那另外11件宝贝。好，苏小姐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好。嘿，林老弟，来，林老弟坐，你来的正好啊，快来看看我刚收到的好东西。这什么东西让你这么高兴啊？瑶台映月套组的最后一件香炉，你看品相完美，包浆自然。我刚从亨利先生手里收回来的，2000万。真奇怪，真龙怎么没反应呢？
爸不是说这个套组每样只有1件吗？难道……底款天圣年制4个字，楷书笔意全无，反而像宋体印刷，而且分量偏轻，不该是这个手感。老陈怕不是被人骗了吧？林老弟，你看这包浆多自然呐！亨利先生说了，这是从瑞士一个老家族手里收来的，传承有序呀。陈先生，既然您的朋友们都到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交易已经完成，祝您收藏愉快。亨利先生，请留步。好不容易能见到欧洲来的顶级古董经纪人，我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请教，可否多坐一会儿？苏小姐客气了，您请说。亨利先生，我爸爸常说欧洲的古董市场比亚洲成熟很多，我们晚辈正想向您学习学习呢。对，亨利，你难得来一次，让年轻人多听听您的经验。我和林老弟去里面拿几件宝贝，一会儿就来啊！该死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坐一会儿。亨利先生，可否讲讲这只香炉的流传经过吗？我对欧洲老家族的收藏特别感兴趣。当然可以，克劳福德家族在瑞士很有名望，他们的收藏始于18世纪。林老弟，你怎么忽然把我拉进来了？亨利先生难得来一趟，我还想跟他多聊聊那只香炉的事呢。老陈，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怎么了？你神神秘秘的。老陈，你听我说，亨利卖给你的那只香炉是假的。不可能！老林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东西我看了不下10遍，什么包浆、锈色、底款都没问题，而且还有瑞士收藏家的证书呢。老陈，别激动。我在鉴宝行当干了快40年，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那只香炉的底款、楷书、笔意全无，而且证书上的鉴定机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我用我的人格保证，假货无疑呀。可我已经80了，下届比赛还要等10年，我等不起了呀！谁让你等了？真香炉啊，在我带来的那个年轻姑娘手里呢。什么？她在王家老宅捡的漏，是我亲自鉴定的，所以才赶紧带过来见你的。这个亨利现在还在外面，赶紧让保镖堵住门口，然后马上报警，先把钱给追回来。好，我这就报警。老张，带上人，马上把前门后门都堵住，不许任何人进出，别让那个外籍骗子跑了，马上报警。苏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感谢你们的热情招待。亨利先生，您再坐一会儿吧，我爸爸他们马上就出来了。不了，我还有其他客户要见，告辞。两位小姐，你们什么意思？请让开，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叫非法拘禁！亨利先生，陈老板说了，请您再坐一会儿。亨利先生，这么急着走啊？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陈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您的客人，您居然找几个人堵在门口，你这叫非法拘禁！非法拘禁？亨利先生，你最好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，等着警察来，否则……我没有，这香炉是真的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等警察来了，自然有人鉴定。
苏小姐，大恩不言谢。这只真香炉，您开个价，多少钱我都给。陈老，您客气了。这香炉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卖。不卖？那您……我本来想捐给博物馆，让更多人看见。现在遇到了您，能让全套瑶台映月团聚，代表华国去伦敦参展，比起放在博物馆，我觉得送给您更有意义。所以陈老，这个我送给您吧。苏小姐，这怎么行呢？这是无价之宝，我不能白拿呀。陈老80岁了，都在为国争光。这套瑶台映月，只有在您手里，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。哎，老陈，这苏小姐是真心实意的，你呀，收下吧。哎，苏小姐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有一个藏品库，里边呢藏了我几十年收藏的各种玉石古董，您进去挑一件，随便哪件都行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陈老，这……你要是不选的话，我就不收了。苏小姐，这老陈的藏品库里可有不少好东西，您就别推了。青妍姐，去吧去吧，陈爷爷的藏品库我都没进去过呢。好，那就多谢陈老了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走。天哪，陈爷爷，你这藏品库比小型博物馆还要丰富呢。哈哈哈哈，一辈子呀，就这点爱好。苏小姐，您随便挑。看中哪件拿哪件。此物蕴含的能量可帮助吾将能力提升至最高，乃随带生产。就它了。青妍姐，你该不会想选这个破瓶子吧？这个瓶子看着就不值钱，灰扑扑的，还有裂纹。苏小姐，这件是我早年在乡下收来的，这些年呀，也请了不少行家长眼，都说没什么奇特之处，但毕竟跟了我几十年，有感情了，舍不得扔，就一直摆在角落里。您还是挑件好的吧。那边有几件宋代官窑，哎，我拿给你看。没错，青妍，这件藏品收藏价值确实不高，老陈说的没错，换一件吧。陈老，我就选这个。青妍姐，你认真的？放着这么多好东西不选，非要选这个破瓶子？青妍，这东西确实品相不好。苏小姐，您把那么珍贵的香炉都送给了我，我要是让您拿个破瓶子回去，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您还是换一件吧。你们相信我吗？信。当然信。我们信是相信，就是这瓶子……既然你们选择相信我的话，那就让我选这个。另外，陈老，我能把这个瓶子砸碎吗？砸碎？陈老要是舍不得的话，那就算了吧。行，苏小姐，我相信你。好。啊！嘿，这是隋白釉双龙柄连覆传瓶，这是隋代白瓷的巅峰之作，存世仅此一件呐！我收这破瓶子几十年，居然不知道里面藏着这样的国宝啊！青妍姐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直觉。苏小姐，您这眼力，我陈伯宏服了，彻底服了。吾以后可探查任意时间、任意地点的物品。哎，青妍姐，这是什么？哇，青妍，你这哪来的呀？我是在陈老的花瓶里发现的，几十年没有被发现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青妍，这件国宝你打算怎么办？爸，我想把它送回国内，捐给咱们家乡的博物馆。好，我帮你联系张馆长。嗨，爸，不用了，我想要亲自送回去。这件国宝太珍贵了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我想亲自把它送回去，亲眼看着它放进博物馆的展览柜里。好，路上小心点。我去订机票。
观众朋友们，这位就是从缅国专程护送国宝回国的苏清妍女士。那么她手中的正是隋白釉双龙炳莲副传品，存世仅2件。苏清妍年仅20多岁，白手起家，如今为国捐宝，堪称青年楷模。苏小姐，我代表家乡人民，代表全省的文博工作者，由衷向您表示感谢。这件国宝我们将作为镇馆之宝，永久珍藏。张馆长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让他回家也是我应该做的。苏小姐，请问你是怎么发现这件国宝的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机缘巧合，不过我认为比起发现它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始终记得，无论走得多远，家乡是我永远的根。这件国宝应该回到属于它的地方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欢迎各位来到，快看快看，我家青妍，我外甥女儿，哈哈哈哈！这孩子呀，太出息了，太出息了！我就说嘛，青妍不是一般人。以后看谁还敢瞧不起咱！